在一个幸福的3口之家里，墙上挂着满满的小男孩的照片。慢慢的，照片上的小男孩已经成长成了20岁的大儿子，但是他依旧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清晨，儿子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喊了声妈妈。妈妈听到后，急忙赶过来帮儿子穿上了衣服。儿子开始自顾自地打游戏，站着打游戏，坐着也打游戏，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游戏机。而此时，爸爸正坐在餐桌前看报纸，他瞥了一眼蒙头打游戏的儿子，但是什么也没有说。这时儿子饿了，他摸了摸肚子，又喊了声妈妈。妈妈连忙把早餐端了出来，并且一口一口地将食物送进儿子的嘴里。儿子也习以为常地张嘴结食，眼里只有游戏机。桌上看报纸的爸爸也沉默不语，似乎熟视无睹。吃完早饭后，妈妈摸了摸儿子的脸和脸蛋儿，在妈妈的眼里，儿子仿佛只有3、4岁。9点了，爸爸合上报纸，起身出门上班了，而妈妈则哼着歌给儿子剃胡子。这时楼下传来了一声巨响，接着又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。就这样，爸爸死了，墙上多了一张爸爸的遗照。一直以来，爸爸就是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来源，失去了家庭支柱，妈妈和儿子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妈妈也渐渐年老了，头发白发苍苍，也失去了劳动能力。现在的她只能靠变卖家具来维持生活。妈妈看了看手里的几个硬币，叹了口气，而儿子却坐在沙发上打游戏，甚至还嫌弃妈妈挡住了他的电视屏幕。电视上正播放着 VR 游戏机的广告，儿子指着电视让妈妈给他买。妈妈看着儿子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时候，儿子想起了小时候，那时候爸爸还在，自己也只是一个小男孩。在看到电视上99元的水枪广告，便兴高采烈地指着电视让妈妈买给他。妈妈毫不犹豫地拿起了电话，拨打了购物热线，不一会儿，东西就会送到自己的手上。而爸爸则问也不问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了钱，接着还有工具箱、汽车轮胎、手表等等。电视广告永远没有穷尽，而儿子的欲望也没有穷尽。很快，儿子的眼前就堆满了礼物。正是因为小时候无条件的溺爱，才造就了现在这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儿子。妈妈伸出纤细的手，将刚刚变卖家具换来的钱币递给儿子，但是这些钱根本不够买一个 VR 游戏机。于是儿子一把甩开了妈妈的手，硬币掉落在地上，发出声响。得不到满足的儿子气急败坏地坐回了沙发。妈妈看着生气的儿子，开始哼起儿歌，想要哄孩子开心。但是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，怎么可能会因为妈妈哼的儿歌而开心起来呢？这时妈妈缓缓地从自己的身体里掏出了血淋淋的肾，摇摇晃晃地将肾递给了儿子。儿子看着妈妈的肾，开心地笑了。他卖了肾换了钱，而妈妈则虚弱地坐在沙发上。很快儿子便带着 VR 游戏机回来了，他丝毫不在意妈妈的死活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这时他感到饿了，拍了拍妈妈，但妈妈一动不动，甚至被他推倒在了地上。儿子看了看妈妈的尸体，没有在意，自己来到了厨房，但是柜子已经空空如也。10点了，儿子什么也没得吃，他实在是太饿，瘫倒在沙发旁，看着妈妈的尸体，梦想着妈妈能够醒来。思考了一会儿，他慢慢地钻进了妈妈的肚子，蜷缩在妈妈的子宫里，他只是想要吸干妈妈最后的养分。与此同时，妈妈的儿歌在耳边响起，伴着新生婴儿的啼哭。这究竟是噩梦的开始，还是噩梦的结束呢？我们不得而知。本片是由中国传媒大学13级学生的毕业作品，用灰暗色调的定格动画，将中国式溺爱的可悲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尽管很多场景运用了夸张的手法，但是很多网友表示，看过之后都不敢再看第2遍了。如果你细心看这部动画短片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。封面上，孩子拿着玩具车开心地笑着，而妈妈的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儿子的脸。爸爸看着报纸，对妻子和儿子不管不问。墙上挂着的全部都是儿子的照片，海报想要表述的东西很明显，一个个关于溺爱的悲剧。画上的3个人都有责任。先说爸爸，爸爸看似好像什么也没有做，但是正是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做，才导致了这个悲剧。爸爸一心只想着赚钱，对孩子的教育不管不问。他认为只要赚够多的钱，就是为孩子负责。殊不知他的沉默也成为了孩子胡作非为的理由。再来说说妈妈，妈妈为孩子的衣食住行着想无可厚非，但是她没有给孩子丝毫独立的空间。爱没有错，错的是溺爱，错的是不问对错的包容。正是因为妈妈这些所谓的爱，才让孩子以自我为中心，只懂得索取，不懂得付出。或许在他们心里，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至于孩子，他是悲剧的开端，也是悲剧的结尾。小的时候，他既没有能力，也没有金钱，依赖父母成为了他的天性。但是长大后，他发现父母能够给他一切他想要的，那么他就不愿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大人了。如果时间够久，那么就会麻痹掉一个人的心。
所以才会有最后。当他看到妈妈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的时候，没有内疚，没有悲伤，甚至还想再从妈妈的身上索取养分的场景，这是多么的令人寒心啊！其实，在现代社会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。这样的巨婴，这样的熊孩子还有很多。不得不说，家庭教育确实很重要。当孩子没有成熟价值观的时候，父母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了孩子将来的模样。这部动画虽然很短，但是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。本期的故事也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